同时你看到鸿海，它过去15年其实都在100块附近，它是沿着年线，包括台积电是沿着年线，现在突然拉离年线那么大，我相信后坐力会更大。各位财讯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谢金河，欢迎再度收看老谢开讲。这礼拜呢，全世界的焦点都在川普在宾州的 Butler 的造势呢，受到枪手的狙击。那么，川普是右耳呢中弹。我们今年有50年的庆贺，那我想这一次也是大家成为财讯读者最好的机会。同时，也预告财讯双周刊26期，现在优惠价2280元，欢迎大家踊跃订购，也希望大家成为财讯的读者。我相信这是扭转美国在这一次大选当中非常关键的一集。那么我们等于看到川普受伤之后呢，那么他爬起来，那么振臂一呼叫 fighting， 那么头上有一面美国的国旗，所以大家在讲川普遇刺所幸无事啊，他举拳变成经典照片。为什么经典呢？这是这个记者呢 Evan Bucci 他这个是在2021年呢拍摄马丁路德的抗争的照片呢，他得到普利兹奖。在枪击事件发生之后呢，他一马当先跑到现场，从底下往上拍，刚好拍到川普振臂疾呼呢，那么头上有一面美国的国旗。这一张经典照片对川普的造势有带来非常大的加分的效果，所以川普的耳朵呢，这是在被子弹穿过之后呢，他血流尽头。那这张照片其实对川普大有帮助。那么他在遭受到狙击之后呢，这一张照片在美国和中国都有快速的从这个 T 恤当中成为一个商品在贩售。我们也看到这个是另外一个收影的镜头，美国的维安人员呢保护着川普。好，回头看这张照片，其实川普在这一次受到枪击之后呢，他临危不乱，那么能够在现场振臂高呼其实这张照片呢有异曲同工之妙，是1945年美国用3万大军去围攻不到1万部队的在硫磺岛的日本的守军。这个日本的这个司令呢是树林中道，那么他几乎他有备而来，他认为美国一定会登陆，那么他在山上呢，他构筑了防御工事美国在这样的一个攻防当中足足打了3个月，在最重要的这个叫折波山，这折波山后面呢他是有6个人呢把这个大面的国旗把它撑起来。经典画面在2战当中它成为美国精神非常重要的代表作。这个是战地记者美联社当时的 Roy Rosenser 那么他所拍摄的。这个拍摄以后呢，后来陆战队幸存者回到美国，他都变成战斗英雄。那所以这张照片其实大家回来呼唤美国精神呢，川普是非常符合这样的一个英雄的作风所以在川普遇刺之后呢，美国的各地呢都有支持川普民众呢自动上街头。那么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川普被保护离开，然后呢我们看到在现场其实阵脚大乱，但是在这个场面当中大家也要特别注意，美国的民众并没有因为枪击大家两受散，大家是卧倒或是蹲下去，但是呢没有人因为这样仓皇离开川普这个镜头不断的在传递所以这个也造成非常大的影响。从这个画面当中我们再往下看，在第2天共和党的提名大会呢，川普现在右耳他是包了纱布，那么他还是没有受到这个枪击的惊吓呢，他仍然炯炯有神跟民众来示意。那同时呢，在这一场共和党造势大会呢，他又递出一个非常重量级的震撼弹，他选了39岁的 J.D. Vance 在范斯来担任这个副总统。他是1985年出生，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他今年39岁。早年曾经是在父母离婚当中，他是在一个很残破的家庭中长大，所以他写了一本书叫《绝望之歌》，后来翻拍成电影。后来他立志成为公道耶鲁的博士变成律师，也变成一个创投业者的先驱，所以他有非常多的经历。这一次呢，他担任参议员大概只有2年的时间。那现在他以左派的身份呢，成为右派的川普的搭档。我相信这个是一个在美国政坛非常大的震撼因为2个人搭档呢，一个78岁，一个39岁。我相信在这样的一个造势场合当中大家可以想见得到，对川普会带来非常巨大的加分的效果。那么到目前为止，美国的民调呢，大致上川普是遥遥领先。那么基本上呢，在这样的一个发展的态势之下呢，在2024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大致上要出意外，
看起来几率不高。那么从上一次的辩论会当中啊，拜登的老态，那么他的反应的迟钝呢，都跟川普形成强烈的对比。那么在经过这一次的枪击事件呢，川普遇袭，那么我们也看到很多的相关避险资产都大涨。我们看比特币，那同时呢，大家看到川普有一家叫 Trump Media and Technology 这一家公司啊，股价在川普遇刺那一天呢大涨 31.3%哦。那这个是一个大家可以想见到川普的效应啊正在发作。大家也看到川普遇刺回到白宫几率相对大增，所以未来大家要稍微想象一下，跟川普有关的联动，所谓的川普交易呢，会在未来影响市场非常的巨大。这段时间你是看到川普自己公司的股价大涨之外呢，我们也看到特斯拉的马斯克呢，他大力挺川普，所以股价连续上涨哦。但是呢，这一次你看到像 Meta 的股价呢连续下跌4天了，他还告诉你川普的脸书的账号呢被马克佐伯格把他封杀，后来他才另外创立一个他的自媒体，双方恩怨情仇比较深，这个也是未来牵动美国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好，另外一个台湾要非常注意的，我们大家可以看到美国未来不管谁当总统，川普的最大的竞选口号是这个让美国更伟大或再伟大。如何让美国再伟大呢？如果没有台湾，我相信美国一点也不会伟大。那同时呢，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在地缘政治当中呢，除了川普对台湾或川普对乌克兰，他都不是很友善。但是大家想一想，如果乌克兰呢送给了俄罗斯，那我相信整个欧洲啊是岌岌可危，这是大家必须要面对的。也就是说，如果美国不保护乌克兰，那整个欧洲啊，包括北约的组织呢，都会面临巨大的冲击跟挑战。如果台湾送给了中国，那大家可以想象得到，这个美国在晶片当中，它马上会面临非常大的困难。也就告诉大家，过去呢，全世界谁掌握的石油，谁控制全世界。如果台湾不保，我相信美国的霸权也结束了。那这个是川普在未来他在让美国再伟大的路上呢，他必须要谨言慎行。也就是在没有当总统之前，他有很多个人意见可以发表，但是呢，登上大位之后呢，要让美国再伟大，同时呢，他也要肩负美国在国际间所扮演的重要的角色。这是我们看到在川普震撼当中啊，大家可以看得到的一个。那未来如果川普当选，美国的联准会它的相对的客观性也会受到影响，所以大致上现在市场上正在期待9月份可能有降息的机会。但同时呢，大家要非常注意的，在台股现在因为台积电股价到1080以后呢，它跟连线的乖离非常大。台积电现在的连线呢在668，这668跟1080乖离率大概63%以上。同时你看到鸿海，它过去15年其实都在100块附近，它是沿着连线，包括台积电是沿着连线，现在突然拉离连线那么大，我相信后坐力会更大。鸿海现在连线在125，但是它的股价已经跑到234块半了，我相信这个乖离是更大的，所以后续的发展大家要高度的关注。在川普遇刺这段时间呢，我们也看到中国的20大3中全会呢正在北京召开，这个时候呢确立习近平同志的卓越领导这个路线。但是呢，中国的经济呢同时也在这个时候呢公布第2季的经济成长率是 4.7%。 整体来讲，中国现在规模以上工业的增加值是成长 5.3%， 社会消费品的零售成长 2%， 前6个月呢固定资产的投资成长 3.9%， 城镇的失业率呢 5%， 市场上认为年轻人失业率可能超过 20% 以上。中国在第2季呢，它交出一张成绩单并不是很漂亮。另外呢，6月份的出口成长 8.6%， 但是呢进口是年减 2.3%， 所以进口的疲惫也跟中国的消费有很大的关联，所以增长转弱。而3中全会呢要打强心针，但最大的关键还是在中国房地产持续的下滑。我相信这个是对中国经济现在眼前带来最麻烦的挑战。一方面呢，在全世界的资金不断的离开中国的情况之下，我最近看到2大经济性的报纸，他们社论大概都对中国的经济呢有非常热烈的期盼。你看到这个是经济日报呢，是对中国大陆的经济呢盛衰的虚跟实
经济日报认为中国拥有很稳定的政府的领导，还有包括完整的教育体制，也包括中国极大的市场，还有包括硬体建设、公共建设，在全世界都很卓越，所以中国经济一定可以苦尽甘来。工商时报呢就提到中国经济的苦尽甘来，那他也提到中国的政策转折的号角，但是基本上大家要特别注意到，整个中国经济呢，现在所面对的是一个在美中角力之后呢，它所面临的一个关键性的转折。大家可以记得，川普是在2017年的1月20号呢正式当选美国总统，到2018年的3月呢，他对中国祭出贸易战。这一次如果关税按照川普所讲 60%， 我相信对中国带来的挑战会更大。另外一个呢，我们会看到，从2018年的12月1号呢，孟晚舟在加拿大被逮捕，同时呢，我们也看到那一天那个晚上，张守成自杀，就千人计划的负责人，也包括中兴的 EUV 的机台呢被火烧了，这个都在川普任内所出现的。那后面呢，香港的雨伞革命呢，我们也看到反送中的抗争啊，不断的上升。从2017到2020年，川普是在2021年的1月呢交给了拜登。我们看到经过的川普的4年到拜登的4年，中国在往下到底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一方面呢，中国的经济呢，在美中角力众多的外商不断的撤离之情况之下呢，资金移走，那么现在的资产泡沫情况更加险恶，那这个对中国经济是很不利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也看到中国的调整，其实在目前这样的一个关键时刻，大家一定要非常记得，在过去这段时间啊，其实台湾资金不断的流出到中国，所以资金出走，产业空洞化，台湾形成这个空中飞鸟跟主稳的不同的命运。所以你可以看到，台湾的钱像浴缸的水，源源不绝的往外流出啊。所以在韩国瑜上次选总统的时候，他就批评，他说台大法律系出身的总统把经济搞残了。最大的关键是台湾的人跟台湾的钱被中国吸光了。所以在过去的30年当中呢，两岸关系相对好，但是呢，他所迎来的是台湾相对困难的调整。这个困难的调整，我们大家可以看到，香港的股票呢，从1989年以后呢，从1850点涨到33484，道琼指数呢，从2580点，那最高现在已经到4万多了。那你看到德国现在是18000多，1650点起来的。日经指数在1989年到了38957，那么现在我们看到日经指数呢到了4万多了，所以日本人的狂买也造成日股的大涨。这个大涨现在大家了解，日元现在在158附近呢，我相信是给日本带来调整的机会。另外呢，我们会看到两岸关系现在壁垒分明。台湾现在慢慢发现，台湾生存发展唯一的最大的敌人是中国，是中国共产党。那么现在中国对台湾施加更大压力的情况之下呢，我们看到在今年是 AI 迎来一个更大的成长的浪潮。那张琦其实在去年他已经告诉大家，台股会再旺10年，他的观点跟我非常接近。那这个时候呢，我想今天就以这一张图表来给大家作为今天的结尾。我相信台湾不管川普怎么幻化，但是我相信台湾在未来的世界呢，第一个在 AI 的盛世当中，台湾会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第二个呢，当两岸关系不佳，众多的台商资金回到台湾呢，我相信台湾会掀起资金的大浪。这个大浪对台股跟台湾的房地产会带来非常大的助力。那台股到了24000多点之后呢，大家一定要记得，在上半年这段时间从台积电、鸿海到广达，一直到联发科，然后呢，你看到包括富邦金、国泰金、日月光，全指股大幅的飙涨。这个飙涨之后呢，它也带动这个现在的整个股价跟连线巨大乖离。所以进入到下半年，我相信台股会有一段盘整调整的时间，所以大家在未来的操作跟选股要非常的谨慎。今天老谢开讲到这边告一段落，感谢大家的观赏，下周同一时间请大家继续收看。